香港未来5年如果继续沿用旧思维，这座城市会付出沉重代价。现在有一份重量级意见书直接点出香港6大结构性问题，这些问题不是遥远预测，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。人口老化、地产转势、财政恶化、经济单一、区域融合冲击、政府管制弱化，6个问题互相牵连，形成恶性循环。今天不讲空话，只讲事实。先看人口，香港出生率只有 0.73， 这个数字有多严重？全球倒数第2，代表每100名女性一生只生育73名子女，远低于人口自然更替水平，更替水平需要 2.1， 香港只有1/3，后果非常直接。学龄儿童持续减少，幼稚园先受影响，接着是小学，再接着是中学，最后是大学。政府可以减少学校开支，但大学不能简单削减。大学一旦收生不足，会影响国际排名，影响研究经费，影响人才供应。香港人口老化问题更加棘手。香港人是全球最长寿地区之一，男性平均寿命超过80岁，女性接近90岁。长寿本来是成就，但放在低生育率社会就会变成沉重的养老负担。劳动人口不断收缩，交税的人越来越少，领福利的人越来越多，下层劳动力尤其短缺，建筑工人短缺，餐饮工人短缺，护理人员短缺，运输工人短缺，老人福利开支每年增长，公共医疗压力不断增加。政府想鼓励生育，但成效有限，因为住房压力大，生活成本高，年轻人不敢结婚，不敢生小孩。移民政策可以补充人口，政府推出不同入境计划吸引外来人才，但人才来了之后能否留下仍是未知数。语言文化差异、住房成本、社会融入，这些都不是小问题。本地居民与新来人士之间开始出现摩擦，教育资源竞争、工作机会竞争、公共资源分配，矛盾逐渐浮面。人口结构变化不会突然爆发，但它会像慢性病一样侵蚀社会，影响经济活力，影响政府财政，影响社会稳定。这必须列入未来5年的优先议程。再说地产，香港地产曾经是经济支柱，过去政府控制土地供应，地价稳定向上，楼市长期升值，很多人靠买房积累财富，政府也靠卖地获得巨额收入。但现在情况已经逆转，政府土地政策似乎出现改变，大量土地供应被释放。北部都会区、明日大屿多个新发展区同时推进，但需求没有跟上。疫情后经济复苏缓慢，人口出现负增长，移民离开，出生率低，需求减少，住宅供应却大幅增加，结果就是楼价下跌，市场信心受损，建筑成本继续高企，钢材贵，水泥贵，人工贵，发展商不敢轻易投资，旧楼重建项目暂停，新盘销售放缓，地产相关行业受到冲击，地产代理、装修建筑、运输、金融按揭全部受累，政府土地收入大减，财政压力立即出现。香港仍然说缺地，但现实是供应与需求错配，公屋轮候时间很长，私楼却卖不动。地产市场出现结构性变化，已经不是短期周期问题，而是长期趋势改变。这个变化直接影响政府收入，也影响市民财富，影响消费信心，影响整体经济。未来政府必须重新思考土地政策，不能只靠卖地，不能只靠楼市，要建立更稳健的财政基础。接着是财政问题，香港过去以稳健理财闻名，量入为出，财政储备丰厚，但疫情之后，公共开支大幅增加，政府推出多项纾困措施，财政储备消耗很快，土地收入又大减，因为楼市低迷，卖地收入远低于预期，印花税收入也下降，经济放缓，企业利润减少，利得税受影响，薪俸税也受影响。开支方面，医疗开支一直上升，人口老化，慢性病增多，医疗成本高，社会福利开支同样上升，长者津贴增援，伤残津贴，公共房屋建设，教育开支也难削减。政府想控制开支，但民意反弹很大，很多福利不能随便动，结果就是结构性赤字。本财政年度头2个月已经录得300多亿赤字，这只是开始，如果土地收入不回升，全年赤字可能更大，有人估算实际赤字可能高达1000亿到2000亿。政府今年把发债当成收入，发行绿色债券、基建债券用来填补开支，但发债不是长远办法，利息支出会逐年增加，未来政府要还本付息，财政空间越来越窄。这种情况在香港非常罕见，过去几十年，香港政府很少大规模举债，现在却开始依赖债务，这是一个危险信号。未来5年如果不改变财政结构，香港可能陷入长期赤字，信用评级可能受影响，港元联系汇率可能受压，公共服务可能要削减，社会矛盾可能加剧，经济结构问题更加复杂。香港制造业已经空心化，上世纪80年代大量工厂北移内地，香港转向服务业，金融、物流、旅游、专业服务，这带来繁荣，但也造成结构单一。现在金融业占经济比重过高，股市表现和实体经济脱节，新股上市竞争越来越激烈。
新加坡、上海、深圳都在抢生意。香港的传统优势在减弱。物流方面，香港港口吞吐量持续下跌，以前是全球第一，现在排名不断下滑。周边港口竞争激烈，深圳港、广州港、宁波港成本更低，效率更高。香港码头产能严重过剩，几个货柜码头使用率不高，但政府仍在推动扩建，这可能造成更大浪费。航空货运也有挑战，内地机场设施先进，成本较低，香港空运份额被分流。旅游零售方面，旅客消费模式改变，高端消费减少，普通消费外流，本地零售餐饮长期疲弱，中小企业经营困难。政府想推动创新科技，但香港科研基础薄弱，土地成本高，人才不足，创科需要长时间培育，需要大量资金投入，需要产业配套，这些条件香港并不完全具备。即使投入资源，短期内也难以成为经济新引擎。经济转型阵痛可能持续很久，如果处理不好，香港可能失去竞争力。年轻人在本地找不到好工作，人才流失，产业空心化加剧，经济活力下降，政府收入减少，形成恶性循环。区域融合是双面刃，一方面香港与内地融合是大势所趋，交通越来越方便，高铁、港珠澳大桥、口岸增加，通关时间缩短。另一方面，融合带来直接冲击，港人北上消费成风，深圳、广州、珠海、中山甚至更远的地方，餐饮、购物、娱乐、医疗、教育、养老都比香港便宜，品质也不差。很多香港人周末北上，本地商场人流减少，餐厅生意下跌，零售店关门，服务业受重创。内地服务越来越便利，线上支付普及，电商发达，香港很多中小企业难以竞争。医疗方面，港人到内地看牙体检、做手术越来越普遍，内地费用低，等待时间短。养老方面，港人选择到内地退休，生活成本低，居住空间大，这些变化带来好处，但也冲击本地经济。政府没有充分评估影响，也没有制定应对策略。如果任由消费外流，本地商业可能萎缩，就业机会减少，政府税收减少，公共服务受影响。融合不是错，但要有序管理，要提升香港本地竞争力，不能被动挨打，要发展特色产业，提升服务质素，留住消费，留住人才。政府管制问题同样不可忽视。香港政府曾经以高效廉洁闻名，但现在管制能力明显下降。有些政策推出前没有充分咨询，推出后反对声音很大，最后要撤回。有些官员犯错却没有问责，部门之间权责不清，互相推搪，官僚作风抬头，政策执行不到位，公营项目超支，工期延误，公务项目进度缓慢，基建成本高昂，社会对政府信任度下降，政府内部缺乏改革动力，公务员体系僵化，激励机制不足，有才能的人不愿加入政府，官员压力大，问责制度形同虚设。这些问题积累多年，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，但如果不改革，政府将无法有效应对前面提到的所有结构性问题。一个弱势政府面对人口老化、经济转型、财政危机、区域竞争，只会更加被动，社会不满会升温，管制危机可能爆发，外部环境更加复杂，中美关系持续紧张，香港作为国际城市难免受到影响。科技竞争、贸易限制、金融制裁风险都可能波及香港。台湾问题同样敏感，香港要保持警觉，不能被动卷入。科技发展对服务业冲击很大，人工智能自动化可能取代大量中低端职位。香港经济以服务业为主，受到的冲击会更大。如果产业结构不调整，失业率可能上升，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。综合来看，香港面对的不是单一问题，而是多个结构性问题同时叠加，人口老化、地产转势、财政恶化、经济单一、区域融合冲击、政府管制弱化，再加上外部环境不确定，未来5年非常关键。如果继续拖延，问题只会更深，代价只会更大。香港必须认真处理，不能只靠旧思维，不能只靠运气，要有长远规划，要有勇气改革，否则香港不单只配合不到国家发展，更可能成为国家包袱，逐步衰落，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必然结果。这份意见书把问题说得很清楚，每一个都指向深层次矛盾，很多人有同感，但一直没有人系统提出。今天把它讲出来，希望大家认真思考，这些不是别人的事，而是每一个香港人的事。未来5年，香港会走向哪里，取决于现在做什么决定。欢迎大家在留言区讨论，说说你的看法。如果你觉得这些内容有用，记得点赞、订阅频道，分享给朋友。下次再继续分析其他重要议题。